4.3塔池修场已经端宣，相信这4位角色人气毋庸置疑，就像吃屏幕前弹幕一样的多。那我们把想要角色播完玩到端服带到屏上。本期视频就来给大家分析一波4.3全角色的适配人群、目前强度和抽取优先级，让大家的原始都能花在刀刃上。投币10经验，转发5经验，既可以提升你的等级，也可以让武将做出更好的内容。3点专注武将，后续人第一时间获取原神最强攻略。现在上半角色池2位大佬姐，首先是黑道大姐纳维亚，作为太傅以来第3位演戏大人角色，纳维亚拥有特殊的弹片机制。每当队伍中有人失去结晶反应产生的晶片时，纳维亚就会储存1枚弹片，而在纳维亚释放战绩时，就会消耗全部弹片，造成一次巨额的元素伤害，并且消耗的弹片越多，单次伤害就会越强。叠满之后，一炮下去，直接瞬间爆炸，天雷地火。此外，纳维亚胎大后，会在一定时间内间接性的对附近敌人发动炮击，造成元素伤害并积攒弹片。这下真的是化身船长，炮火轰鸣了。不过作为典型的分单角色，这也让他和传统岩队做出了一定的划分，不当需3岩甚至4岩配对。目前来看，纳维亚是一个爆发特痛，同时持续作战能力极强的核爆主 C。不过纳维亚的技能倍率和具体数值方面还有待考证。武将更建议大家等到时装后各种攻略测评视频发布了，再决定抽或者不抽。当然，差评党肯定现在就要囤好原石，准备随时迎娶纳维亚。想成为赤玫会驸马小伙伴，请投出你们的1吧。而4.3更新当天，武将也是会第一时间更新纳维亚超级毕业攻略的，大家可以先点3点专注，到时候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推送了。接下来我们再谈谈射凤型大小姐神灵花，5型冰元素大小姐角色，作为一套重击和元素爆发输出的战场主 C， 灵花从死亡起就一直登顶最强冰系，后续在组出顶配阵容神和万星后，更是常年图榜。而且在冰套和双冰洞明的加持下，灵花基本不需要堆叠暴击，不需要太多体力就能胜于毕业。当然，如果你手上没有专用或者完整的冻结队插件，那么单套灵花自击的强度还是略有些吃力的。不仅现在都有一个比的耐冻，灵花很难打满大招，而且同在冰系都在赛道上，灵花也不负往日荣光。就连曾经引以为傲的临兵渡海能力，如今面对这一个个三体人时，也渐渐变得越发单大起来。虽然以灵花的伤害能力还远远到不了时代的眼泪这种地步，但在主 C 选择面越来越多的当下，也确实不算必抽的角色了。当前只建议差评党和有能力凑齐永动队的玩家抽取。至于这次的下半塔池，同样是女友力爆炸，让人难以抉择。谁是雷将军5星能元素常常主 C， 同时还可以兼职超战万发射器和充能增伤辅助，输出强烈的同时放射性、动能性都是直接拉满，而且银宝在养成上还极为亲民，不仅不吃专武，拿上白嫖的海神双杀级就能毕业，而且灵命级的组建平民 T0 阵容，雷神夺妖队一金带3子杀穿深渊，这也是当前深渊前10的配对中唯一的3子阵容。即使深渊膨胀了2年，雷夺依旧坚挺至今，而且上版本雷神也顺利喝到了弗伊娜的汤，组建出了雷夜擒服者的速度极高且通吃上下半的配对。大世界也可以玩精通雷神，配合小城一个扫码直接毁天灭地，加上全能王是真的不过分。而在人日上，当然是作为反派登场的雷神可以说是压迫力满满，无论是剧情上还是暗中，直接给旅行者上波强度。但在后面的剧情中，雷神人设翻转，直接圈粉无数。一个爱看轻小说、爱吃甜食和呜呜偷吐的将军大人，有谁不喜欢呢？目前雷神在5星角色中的强度依旧名列前茅，而且有着充电宝和协同动机的机制存在，抽一的绝对不推。然后是人见人爱的萧冬姐姐，作为一弹幕活动单体特化主 C， 萧冬与流浪者灵人一样，都是周期性输出的战场主 C， 同时还拥有不俗的蒸发频率和大世界作战能力。但在深渊表现上，萧冬从死亡至今的处境都比较严峻。作为火系主 C， 不仅没能超越早5的版本时装的胡桃，而且到了 4.0 版本，在远程火力方面又得和淋漓竞争。而且萧冬的输出模式和配对思路非常笃定，无论深渊还是大世界，基本都得绑定盾符和一道后台多少瓶多少水，没有留点水城加取奶的陆地通街，很难喝到枫丹新体系的汤。目前除了差评党外，确实不建议大家再入手萧冬了。不多能再次跟这3位一起陪跑，只能说萧冬姐姐你是真的从不打第1局啊！以下是武教为各类玩家准备的抽取建议。对平民玩家4.3角色池的抽取优先级建议是：雷神大于纳维亚，大于灵花，大于萧冬。所以4.3你更想抽谁呢？感谢大家3点多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！